南郭寺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钦州区，此处在唐代便已颇具规模，但当初的建筑没能留存下来。如今我们看到的多是明清建筑，只有寺内寺外的古树才是千年历史的见证者。如今这里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人生见证者。说来杜甫曾在钦州住过3个多月，并写下了很多首诗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首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了。今天我们在天水的南郭寺，除了逛这座古刹之外，也要在这里寻找杜甫留下的那些痕迹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甘肃省天水市的南郭寺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上山前先吃饭，我是在山下吃的臊子面，这一碗是18块。吃完上了山，发现南郭寺居然免费了，之前好像还收门票来着。进入南郭寺前，别忘看看门口的老国槐，单单这槐树便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现在我们走进南郭寺的山门，这是一个4柱3门的木牌楼，匾额上南郭寺3个字是佛教学者赵朴初的书法。进门之后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天王殿，此殿是明代建筑，在上世纪80年代被全面修缮过。中间的第一山匾额用的是米芾书法，落款则是清光绪年间。殿内无需多说，正面是弥勒，两侧是4大天王，背后则是韦陀菩萨，这是天王殿的标配。两侧的钟鼓2楼皆为单檐悬山顶，不过里边的钟鼓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其实一进院落的东西两侧各有通往外侧的小院，但我们暂时先不去，而是直接绕过天王殿进入第2进院落。此院西侧便是西配殿，年代未知，这张牙舞爪的斗拱很像元朝的，但明朝很喜欢仿造元朝斗拱，所以不敢确定。殿内供奉的则是观世音菩萨，之外两侧的耳房，一边供奉的是药师佛，另一边供奉的则是骑着青狮的文殊菩萨。殿内的塑像都嘎嘎新，就不多说了。东配殿与西配殿一样，同样是面阔3间，建筑形制相同，远远一看就知道里边供奉的是地藏菩萨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地藏菩萨的打扮都和电视剧里的唐僧一样，所以好认。两侧耳房供奉的则分别是阿弥陀佛和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。这个院落的中间位置有一棵古老的春秋古柏，它的树龄已经有2500年了。这个结果经过了碳14的验证，目前它在南北两侧各有一枝存活。当年杜甫到这儿时曾留下诗句老树空庭得，清渠一亿船。后人在登临此处时又发出了这样的慨叹，底似少陵称而老，于今利落又1000年。古柏区域的附近有一块顺治年间的记事碑，另一边则有一块民国时期的重修碑。这些碑都是老碑，但比起树的年龄仍然是不够看的。看完这些，我们来观看大雄宝殿。此殿面阔5间，殿内中间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两侧的弟子是阿难迦摄。因为大门是堵着的，所以两侧有谁看不清楚。门口展牌说屋顶是单檐歇山顶，但山面怎么长得这么像悬山顶呢？另外展牌还说这属于是大额式建筑。什么叫大额式呢？就是这斗拱下边一根超大木头充当额方，几乎从头戳到尾，和上边的斗拱加在一起，实在是太像元代建筑了。其实大额式还算比较内敛的建筑，看这个山西长治的东城古佛堂也是元代建筑，直接把大树撅一段当梁，这个狂野程度比大额式建筑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南郭寺的西院，也就是主院。2进院落就这么点儿，现在该去逛两侧的院落了。我们先回到第1进院落，从西边的小门出去。这些工作单位的背后还有一个大院落，院中有一个1995年的古老香炉，香炉后的大殿则是卧佛殿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殿内供奉的卧佛是从缅甸请来的玉佛，虽然珍贵，但这是新东西，就不多说了。更值得看的是殿内两侧有一尊北周的释迦牟尼佛，还有一尊北周的观世音菩萨，这属于是在旅途中的意外收获了。而殿前的这片空地便是隋塔遗址的所在地了。此处本有一处隋塔遗址，但在唐朝天水发生了一次特大地震，这座塔就被震塌了。杜甫当年来这里看到的就是残塔，之后虽有重修，但在1920年的大地震中，这座塔又被震塌了。我在东院找到2张老照片，应该就是民国时期的残塔影像。后来残塔被拆掉了，至此塔体消失。现在虽然地面看不出来什么，但下边还有个没挖掘的地宫，所以此处也属于文保区域。走完这边，我们回到第1进院落，往东走进少陵祠。一看这名字就知道和杜甫有很大关系。此院原为东林禅院，后于清光绪年间被改造为杜甫祠堂。院内清光绪年间的碑刻便是明正。东侧的正房上面匾额写着诗史堂，这是史界
建于清朝的建筑，内中供奉的是杜甫和他的2个儿子宗文和宗武。杜甫曾为这2个儿子写过诗，而两侧的房间则是杜甫主题的展览馆。我们能在这边看到杜甫在天水一带的生活轨迹，也能看到很多和杜甫相关的景区照片。此外还有一些书法绘画展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诗的书法出现了2次。为什么它出镜率高？因为这首诗第一句就有南国寺3个字，写它是最应景的。而这首诗也是杜甫写下的秦州杂诗20首其中的一首。下面我们走出院落，奔向东山门，这是一个同款的4柱3门木牌楼。走进山门，看到两侧的屋子，现在充当的是摄影展览馆，内中的家具基本上都是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，而陈列出的摄影作品记录的则是南国寺的影像资料，黑白照片是旧貌，彩色照片则是新颜。看了这些摄影作品，便看尽了南国寺的前世今生。如果出来向南侧走，便是歇脚的亭子，然后我看到亭子里有一口八角形的井，井下就是天水的北流泉，这口泉水也在杜甫诗中出现过。所谓山头南国寺，水号北流泉，据说其水质极佳，是响当当的陇右名泉，如今上了锁，也没法品尝一下了。再往上走，到达碑林区，能看到明成化年间的老杜秦州杂诗碑，它是在2002年于天水文庙出土的文物，最终被摆放在南国寺的东院，也就是杜甫区域。这块碑正面背面的字都非常清楚，所以很有观赏和研究价值。而再往前走，则来到了二庙轩碑，这是1998年立下的老碑，内容选用的是60首杜甫的诗，而文字选用的则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等人的书法。因为杜甫的诗庙，王羲之的书法庙，所以便被称为二庙碑。顺着二庙碑走到尽头，还能看到一尊杜甫雕像，这也是新时代的工艺品，故不赘述。从这里往北走，能看到一大堆石碑，第一块下边写着墨龙碑记，我不懂这名字是什么意思，看文字可以推断这是清光绪年间的重修碑。第二块是清咸丰年间的重修碑，磨损已经很严重了。第三块是乾隆年间的重修关帝庙碑，但一路走过来可没见过关帝庙。第四块是乾隆年间的敕赐护国禅林院碑记，但后边的碑就有点不对劲了。这块是观音恩德记碑，看这上面刻的观音，这个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它那个说明牌观音恩德记碑怎么放在那头去了？应该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？看完碑林区，我们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财神殿。此处本是藏经楼，后来遭了火灾，在乾隆年间被改建成了财神殿，供奉的是五财神关公，侧面还有周仓给举着大刀。说了半天，原来关帝庙是这里呀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逛完了南国寺。而今的南国寺只有一半的地方属于神佛，而另一半的地方则是属于杜甫的。我们如今走过的路，便是当初杜甫走过的路，所看的风景也是千百年前杜甫看过的风景。而今南国寺的春光，便是少陵爷老笔下的春光，它穿越了千年的岁月，终于和我们的旅途交织在了一起。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不过如是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